看看辉宝40厘米的腿究竟，而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一切都怪宋3岁。昨天在宋3岁个人演讲中，有一提问了宋3岁。오늘 중에 제가 확실하게 후이바오의 달리기에 대해서 주토피아 카페에 올려드리겠습니다. 자, 그럼 후이바오 좋습니다. 후이바오 그건 좀 잔인할 수도 있겠다는 생각이 들어서 후이바오만 질문한다면 후이바오만. 而到了晚上，宋3岁也信守承诺的将辉宝的腿长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。辉宝表示永宽真是无可挑剔，辉宝要上网看看，把这些偷笑自己的姨姨全记下来，还有说自己腿短的姨姨，等着挨个咬你们的腿。今天的辉宝努力撑着自己的大长腿，跟姨姨们示意自己的腿可不只有40厘米长。宋3岁是在散步，辉宝为了让更多的姨姨们能看到自己的大长腿，今天一直都在坚持用这个姿势吃竹子。一会儿出室外时，辉宝就有小脾气了。在妈妈和姐姐回室内时，辉宝这里不想回去了，本来是想惩治宋3岁的，但没想到来的是江爷爷。江爷爷抱起辉宝就往通道门口走，辉宝则是用腿锁住了爷爷，表示要让宋3岁过来给自己道歉。江爷爷走了一路，辉宝锁了一路，中途江爷爷还差点被辉宝绊倒。虽然这次没得逞，但辉宝一定会找机会给宋3岁一个教训的。瑞宝被辉宝的巴巴雨砸了脑袋，瑞宝这时正打算往树上爬呢，突然有东西从树上掉落下来。瑞宝心想这是天花板漏了吗？瑞宝抬头的一瞬间，看到是辉宝在铲青团，而青团也刚好全砸在了瑞宝的头上。这画面神似当年福宝在树上趴着铲青团，老宋头在树下接的样子。不过瑞宝是用脑袋接的，瑞宝被辉宝的青团砸得一时失了神。瑞宝回过神来后，立马从上面下来跑走。今天姐妹俩没有别的事儿，就是跟在妈妈屁股后面不断捣乱。妈妈想回家，姐妹俩就在后面跟着。宋3岁见了这场景，根本不敢开门，这才大中午的就都回家了，会导致园区没人营业的。于是爱宝又趁姐妹俩还没反应过来的功夫，走去了去往室外的通道门。姐妹俩反应过来后，瑞宝爬上了树，辉宝则跟上了妈妈。辉宝堵在门口，表示妈妈出去自己就出去，不能搞区别对待。老宋头见状，只能先让辉宝进去了。辉宝进去后，老宋头拿来小苹果给辉宝哄骗了出来。辉宝永远都抵挡不住小苹果的诱惑。不过等辉宝吃完小苹果后，反应过来了，发现自己是被骗了。辉宝在心里把仇记下来。一会儿，宋3岁再次来到园区时，辉宝开始玩命的追赶复仇，这给老宋头追的都没法工作了。老宋头这时给回家的通道门打开了，打算给辉宝关回家待一会儿，等自己打扫完了再给其放出来。一会儿通道门再次打开时，辉宝走出来也没有了刚才那股冲劲儿。辉宝自己乖乖走去了小木床上，坐在妈妈固定吃竹子的位置，小手拉过竹子来，乖乖在小木床上吃起了竹子。家在班的主管饲养员都围在了一起，正讨论着什么，表情看上去都很凝重。江爷爷讲道，虽然乐宝现在的年纪并不是很大，但是也已经达到10岁以上了。往往大熊猫在10岁以后就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。而根据韩国兽医对乐宝最近的多次的血压检测，发现乐宝的血压偶尔会有些偏高。韩国兽医表示，像大熊猫它们的血压最高血压是在140至160之间。 판다 같은 경우는 최고 혈압이 140에서 160, 사람보다는 조금 높은 상태이기도 하고요. 최저 혈압은 보통 90 정도로 봐주시면 돼요. 不过这一点跟我国专家的标准有些出入，因为在一期节目中，吴凯奶爸讲过，我国健康大熊猫高血压一般在140至180左右，而江爷爷和韩国兽医想必以160为高点，也是为了乐宝的健康，想要照顾得更加细致。瑞宝、辉宝出外场后，饲养员们这里的舆论也越来越大，压力也越来越大，饲养员们也是想把宝家照顾得更加细致。乐宝则在血压检测时表现得很从容，让奶爸不用这么紧张，自己这体格子放在同届里面还是很能打的，表示明年还可以让奶爸再抱俩大外孙。乐宝的心思爷爷早看透了，这哪是想让自己抱大外孙，分明是乐宝想爱宝了。让爷爷抱着瑞宝想跟游客们打招呼示意，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。结果晃动了半天瑞宝的身子，发现根本晃不动。此时瑞宝表示，爷爷晃得很好，但下次不要再晃了，这样姨姨们会误以为我很胖呢。江爷爷立马跟辉宝道歉，表示不好意思了，然后抱着瑞宝回了家。回家想了半天的辉宝还是不放心，又从家里跑出来，
打算自己跟姨姨们解释一下。很快，江爷爷就跟了出来。江爷爷问瑞宝：“你这是想跟姨姨们解释体重，还是在室外没玩够想再跑出来玩？”瑞宝一个劲儿的想往树上爬。瑞宝知道，只要自己爬到树上，爷爷就拿自己没办法。但是守在旁边的江爷爷是不会让瑞宝如愿的。而此时，瑞宝的小聪明完全体现了出来，不愧是被评为先思考再行动的小熊，小年纪都跟爷爷玩上策略了。瑞宝先是假装自己很忙，让爷爷放心，表示自己不会再往树上爬，混淆爷爷的注意，然后趁爷爷走神的功夫，赶紧抱着小树往上爬。而此时早回家的辉宝一定在想，姐姐今天怎么能在外面玩这么久？怎么自己回来的这么早？自己下次一定不跟宋3岁下班。不过咱就是说，刚才辉宝在室外园区跟宋爷爷玩的，不是也很开心的吗？给宋爷爷戏耍的团团转。姐妹俩统一战略，都是趁爷爷不注意往树上爬，等爷爷将自己抱下来后又反抗爷爷，让爷爷不要多管闲事。不过瑞宝这里也没有在外面玩很久，江爷爷将瑞宝放在小滑梯上，让其又待了一会儿，而自己则顺便检查了一下园区里的设施。瑞宝今天的延长下班，也让最后一批观看的姨姨们感到了开心，因为多看了至少5分钟的瑞宝。而此时天也黑了下来，室内园区的光亮开始靠灯光照亮。而江爷爷检查了一圈园区后，便将瑞宝接回了家。在室外多玩耍了一会儿的瑞宝也心满意足了，没有再跟爷爷调皮，心甘情愿地跟着爷爷回了家。江爷爷眼看第一场雪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江爷爷为了让瑞宝辉宝再体验一下雪天的感觉，昨晚连夜为爱宝园区造了满一园区的雪。不过这场雪让辉宝出尽洋相，这一下让所有人都知道辉宝腿短了，因为这是人造雪，雪散布的不够均匀，有些地方辉宝一脚踩进雪里就像陷进去了一样。而在早上时，瑞宝就感觉到了室温发生了变化，索性就没有去室外，而是躺在自己这恒温的室内的小树上睡着美觉，只不过辜负了江爷爷的一番心意。但辉宝这里就不一样了，辉宝这里面对这园区突然覆盖的雪，一整个沉静了。辉宝走进这雪堆里，一不注意半个身子都陷了进去，而爱宝则是淡定，一直都在坐在雪中吃着竹子，一口接着一口。对于环境的改变，爱宝根本不为所动。一会儿，辉宝转了一圈，打算去自己的小亮台上睡觉，但结果爬上去后发现自己的小亮台被雪霸占了，没有了自己的位置。刚爬上去的辉宝就又爬了下来，辉宝下来屁股上沾了满一屁股的雪。而江爷爷这时给通道门打开了，打算让爱宝和辉宝玩够了自己回家。辉宝因为没法在室外睡觉，看到通道门打开了，便接着就回了家。而爱宝坐在雪地里根本不着急，竹子吃的依旧是细嚼慢咽的。而与这满园区白雪相反的可是乐宝这里，因为一晚上的时间只够给爱宝园区造雪的，所以乐宝这里还没享受到。这一下乐宝又成了便宜女婿了。